一中之争起源于台南一中与台中一中，简称都是一中。多年来，两校学生与校友都自称自己的母校才是真正的一中本校，争一中，互批对方只是台南分校、台中分校、假一中，在网络上引起多次论战。这次哈哈台街访实际走访台南与台中，到底谁才是真一中？让我们继续看下去。首先，由这位台中一中的毕业校友来跟各位说明战火的滥觞。就因为一中大家都叫一中，对，所以呢？所以就很重要啊，这个证明。我们论述就是你在 Google 打开，你搜寻一中，第一个跑出来是台中。而对于 Google 的搜寻结果，南一中甜心没得咖喱遗憾。其实觉得就是那是一些比较没有理智的人在争的，因为都是台湾人啊，都是应该要为台湾去努力啊，对啊，不该分哪个一中。你们知道如果现在 Google 打一中，出现第一个选项是台中一中Google 给我出来，那去打！说好的理智。于是我们把这问题丢给南一中弟。如果你按 Google 地图的话，就会是一中啊，就是中一中啊。因为有一中街嘛，就是一中街是主体，然后旁边有一个台中一中嘛，他们其实应该叫做那个台中市立一中街附属台中一中。逻辑大师，而这种附属观点，中一中很不服气。其实我不知道台南一中在哪里啦，我们至少这里还有地标嘛，他们在哪里我们是不知道啊。不是，是因为有一中才有一中街吧？没有啊，而且我们前面是育才街，不是一中街啦。那为什么不是这一条是台中一中的附属道路 ？First Blood。那他们南一中前面也可以有一个一中街啊，南一中街啊！我上次去南一中，他们的那个南一中，他们的那个所谓的什么街，一整个就是超荒凉，知道吗？那你前面的摊贩根本都没几家，然后就是我那时候是就是去参加活动，然后我有跟就是南部人同组，然后他们就说哦，你们就去一中前面，他们有那个什么一中街，我说呢，一中街不就是荒芜吗？Double kill。啊，没有，我跟你说，我上次去南一中参加一个活动，我一进去，虽然说就是校园很大没错，但是就是很破，超旧，真的超级旧，一进去感觉进到什么日治时期的建筑，你懂吗？就那个校舍，我整个就是无法理解，常改建的吧？日式常改建，感觉应该要再翻新一下。对啊 ，Triple kill， 当然是台中一中，就是这不用怀疑啊，就是而且因为台中一中就是真的是全台就是最早的一个中学啊，你台南一中就是先有我们，再有台南一中，就是对啊，就很像是一个就很像是儿子在叫他爸爸，就会喊我爹的那种感觉啊。Sugar Daddy Kill， 毕业7年的中一中校友谨记校训：五台人初五中学，有着资本校史。意思就是说，我们才是就是真正的就是高中的起源啊，历史都有写啊。不然叫他们去改历史课本了。吕先贤，对吧？台中联家创办。Legendary Kill， 中一中校园接待大使为各位详述历史脉络。没有什么好争的，我们就是第一啊。为什么？那你凭什么？如果你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先啊。然后我们一直以来从日治时期，我们用小豆泽一男校长的押关保第一嘛，所以我们名字一直以来是第一。然后现在台南一中，它实际上是台南二中啊，没什么好争的啊。他就成绩论、做历史论，他们没有一个层面赢得了我们的。国民政府迁台之后，他就开始搞手脚嘛。北一中变成建国，北二中变成成功，中一中没有动，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台中第一，然后又是给台湾人念的，所以没差。然后台南二中的学生那时候给台湾念了，他们把台南二中的招牌拆下来，摔到台南一中给台湾那个日本人念的，前面说这是你们，然后把台南一中的招牌拆回台南二中，所以现在台南一中那块地是台南二中的，所以台南一中就是台南二中啊，所以我们就历史论就成绩论，我们都会赢啊，我们没有理由输啊，对啊，吃糖吃坏哦。一中机关枪 ，Ace。后来我们把历史论点告诉这位南一中校友。台中一中不是会一直在那边吵说什么他们是最历史最悠久的学校嘛，对不对？好啊，那你从他们建筑根本看不出来他们到底有哪里历史悠久。但是我跟你讲，台南一中有一栋建筑物叫红楼，它就是那时候2战时期留下来的，墙壁上还有弹孔。台南一中就是经历过这种就是战争的摧残，对，所以它是一个就是够古老，然后够老的这样，对。是真的很破啊，就是没什么好讲的，还很多鬼，因为我妈看得到鬼，然后
然后他来我们学校毕业典礼，他就觉得他头很痛，然后我们后来就问我妈说，哎，你怎么先走啊什么的，然后我妈就说，哦，因为他看到很多鬼，他就说他在小礼堂里面看到很多那种就是被打得很破烂的那种残破的。就是人这样，然后有老人、小孩啊什么之类，可能是那时候什么台南一中有防空洞，然后当时候附近的居民都会躲在台南一中，就是有军队就直接对着防空洞扫射，所以里面的人就被打得很惨。我讲这些其实想要证明说，台南一中是一个很有历史性的一间学校。仿佛看见你的地狱，虽然没有鬼，但中一中有其他东西，像一中有一中卡卡西啊，南一中就好像没有听过什么有名的。你没有听过一中卡卡西吗？不知道什么是一中卡卡西？这个在 YouTube 很红啊。我不知道。台湾迷音呢？我就觉得很可怕，我觉得它被咬哎，干你看。对啊，我觉得这个完全直接吊打南一中。等他们有卡卡西再跟我们说。对，有卡卡西再来。第一次看到用脚结印的。第二回合，撇除历史定位，南一中同学提出新论点。我觉得不用在意这种小事，反正知道自己是怎样的地位就该是怎样。这样我们就是一定是领先台中分部的嘛。那你觉得长相来说，南一中比较帅还是中一中比较帅？但是南一中，你看我就知道了。哦，哇哦！谈到长相，中一中又不服气。你这一篇影片发出去之后，他们就会说一中好好看哦，真的，他会标记这一段，他会标记，对，他会 tag 出来。我没去，那我在下面回复，我在下面回复。对，我们可以就是去帮你回复。听起来有够可怜。都说男人剩一张嘴，来问问生理女的看法。哪一种人很帅？那如果论颜值来说的话，哪一种？论颜值是哪一种赢？就是看的平均下来，我记得我们有下去过一次哪一种，就普遍来说，还不错。OK， 长相南一中胜。接下来堂堂正正的台南人继续进攻。台南一中的人跟台中一中的人比起来，有什么差别吗？台中的会拿庆记吧？那台南都拿什么？拿糖，我们都拿糖。现在抽屉还有一包哦，可以随时拿。对，上课都在吃糖。原来是黑道大佬大战魔法少女，一中机关枪没有要认输，就吃糖吃比较多而已啊。我们吃庆记长大的比较硬啊。机关枪上膛。其实台中一中最知名的是我们改革开放嘛，对吧？就因为包括他们现在学我们说什么有自由有政党啊，政党法还不是我们首创。讲来就是因为我们的学生会的会长是合作关系，两校是合作关系，所以他们把我们的政党法引进啊，他们的校长也是一中人啊，也是我们毕业的啊，所以就只是我们派过去的督察而已啊。台南一中在网络上那些论点到底有什么？他们站不住脚啊，站不住脚啊。台中一中不会输啊。这组中一中同学原本想打官腔圆场，结果共存共荣，大家都很棒，这样。他平常那边讲那什么破分校，你不要黑我，你黑我什么破分校？什么？那什么叫台南一中？那个叫台中一中南部分校。原来是在讲分校啊，还以为是在打情骂俏呢。接着，继承学长意志三人组补充论述，这是一个流传下来的概念，学长讲，然后我们就跟着讲，就是我们才是正一中啊。那学长还有留下来什么论述要你们记在心上的吗？我们才是本部啊，他们只是分校而已啊。到底谁才是本部？毛毛哥 AKA 南一中校友再次现身说明。你知道台南一中的别名叫竹元岗吗？不知道。你知道，因为台南一中是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台南一中在那个一块高地，然后那时候就是布满了竹子，然后旁边还有一些小溪啊之类的，然后所以以前那一块地就是被附近的居民称作是竹元岗，所以你现在上网打竹元岗就会跑出台南一中这样。但竹元岗不就是竹子嘛？竹子不就是本部吗？那本部就本部啊，所以这真的这没什么好吵的滑坡谬误。你看中一中它写起来不就是中，然后就是中，然后一，然后中吗？你就看起来很悲哀吗？就是很像在哭，就是很就是它光是写起来就已经够可怜了，对吧？土石流等级的滑坡 ，QEQ 当然不服输。这次他们提到了小书包事件。2020年8月，
一名网友在粉专靠北台中一中 2.0 呛虾，这是狗哦，并附上一张照片。只见台中一中的招牌上挂着台南一中的小书包，引爆一中大战。其中最著名的是这篇文，我们找到了作者，为大家说明他的怨气。之前那一篇很有名的靠背台南一中的文章就是我写的，因为那时候有一个事件是台南一中来我们学校就是挑衅挂书包嘛。那时候吵得很凶，但是我觉得大家意见都蛮散的，所以我就利用我辩论社的技巧，就把大家归纳出3个重点，就是台南一中不如台中一中的地方。第一个当然是那一年台南一中很遗憾的就是没有台大医科嘛。那第二个论点就是环境嘛，对，一个学校环境也是很重要的。那台南居然没有捷运，真的太令人遗憾了。可是你们捷运不是最近才刚盖好了吗？可是我们盖好了，所以我们有啊，对不对？而且我们已经规划了很久，我们现在终于有了嘛。所以没有捷运就是偏乡嘛，那台南就是偏乡，这是环境上的差异。那第3个呢，就是台南的食物太好吃了，以至于他们吃太多糖所以变笨，这是一个环境上的悲哀。这样，因为这是辩论社的专业嘛，就是收集资料。所以那篇文章是你写的？那篇就是我写。那你会不会怕播出以后？完全不会，我也不会去台南，干嘛去呢？就是台南食物那个甜是食物的鲜甜。没想到中一中也出现了堂堂般的甜蜜吐槽。再一次抵南一中校友毛毛哥出面，中一中的人心胸也太狭隘了吧？不是啊，那个校牌就在那边，人家想挂书包就干你屁事啊！你就因为人家挂一个书包，你就觉得你自尊心受损，你是玻璃心吗？是不是对面的，就是强国人，是不是？就是认同那么容易被那么容易被伤害是怎样？而刚刚提到的成绩比拼，他也十分不认同。但我觉得这个想法很悲哀耶，都已经什么年代了，他现在还用榜单这种事情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这不就是中一中落后的象征吗？就都什么时候了，还在给我用榜单、用成绩来衡量一间学校的标准？对啊，所以我觉得没什么好吵的。至于提到台南市偏乡，他这么看。不是啊，那就好，你将要来讲观光好了。现在到底谁没去过台南啊？每个假日每个人都马上要去台南，对不对？只不过一中街而已，到底有什么好说嘴的？对啊，你现在身边有哪些人没有去过台南，对不对？然后大家去台南就很爱吃台南食物啊。以食物来讲的话，台中比得上台南吗？比不上，这真的没什么好比的。好的，我们停止姿势，不然直接升格为2大直辖市对决。最后，这3位中一中文组弟弟有话要说。上次那个说要被包养的，我也是 shock 到了。我就可以找一个有钱人包养我，这是我梦想。加油哦！啊，要被包养是不是？我来包养你啦。结论：解决争执的最好方法，联姻，好看。